荣国府共有许多门，如大门、仪门、二门、后门、侧门、角门等等。除了院落的院门以及各屋的房门之外，那些门的出入状况涉及荣国府与大观园的安全，都有专人管理看守。这也是个重要的管理机构，我们不妨称之为门房。门房第一次出现是第3回里写林黛玉初到宁荣街时之所见。忽见街北蹲着2个大石狮子，3间兽头大门，门前列坐着10来个华冠丽服之人。正门却不开，只有东西2角门有人出入。正门之上有一匾，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5个大字。接着黛玉又看到了荣国府，它就在稍往西的街对面，规格完全一样，照样也是3间大门。林黛玉的轿子却不进正门，只进了西边角门。这是因为除了极尊贵的人物来临或重要的仪式举办，如元妃省亲时，正门方能开启。书中第2次写到荣国府的大门，是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，她见正门前簇簇叫马，便不敢过去，等蹭到角门，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呢。这次作者没写他们的衣着，但想必也是和宁国府那些人一样华冠丽服，因为大门是全府的重要门面，看门者虽只是低等级的奴仆，但他们的衣着涉及荣国府的气派，难怪脂砚斋在此处会批上为侯门3等豪奴写照一语。后来刘姥姥按指点绕到后街上的后门，那也很热闹，只见门前歇着些生意担子，也有卖吃的，也有卖玩耍物件的，吵吵闹闹的30-20个小孩子在那里厮闹。刘姥姥进了后门，方见到了周瑞家的，后来她离府也是仍从后门去了。这些描写表明，什么样的人能进什么样的门都有个讲究，门房的职责之一便是维护这一秩序。俗话说宰相门房7品官，荣国府门房的架子也非同一般。他们看到刘姥姥这样的农村老太太，自然是都不理睬，而一般的官想进荣国府，也须得在外门房留下买路钱。在第60回里，柳家的嫂子送给柳家的茯苓霜时说，这是你哥哥昨在门上值班，谁知这5日一班，竟偏冷淡，一个外财没发。只有昨有越东的官来拜，送了上头2小篓子茯苓霜，余外给了门上人1篓做门礼，你哥哥分了这些。书中对外门房的描写极少，而上面的叙述又透露了不少信息。首先，柳家的掌管着大观园厨房，而他哥哥是外门房当值者之一。作者再次显露了那些奴仆的亲戚朋友在各处任职的状态。荣国府不断地将那些家生子儿相互婚配，最后必然产生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其次，外门房当值制度是5日一轮换。再次，柳家的哥哥那5日值班恰巧竟偏冷淡，只有越东的官来拜。此语隐含的意思是，平日里来荣国府求见的官员还不少，到荣国府钻营拉关系有效果，于是来拜见的官员才会络绎不绝，而且是来自全国各地。倘若来者多是碰壁而归，那谁还愿意上门？门房也不会只是埋怨这5日竟偏冷淡了。最后，那越东的官一共带来了3篓茯苓霜，而1/3竟成了孝敬门房的买路钱。平日里直接奉上红包者想必也有。日常持久，门房上人的灰色收入不会是小数，而他们的工作又较清闲，这可以刘姥姥的眼见为证。那些人都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呢。荣国府的大门通常不开，人们一般是经角门、边门或后门进出，那当然也都有人当值看守。荣国府的后门与大门正相对，大观园建造后，这后门就成了大观园的后门。关于这一点，作者在第68回里有明确交代。王熙凤骗由2姐入府时不能张扬，故而那些跟车的小厮们皆是预先说明的，如今不去大门，只奔后门而来。紧接着作者又写道，下了车赶散众人，凤姐便带尤氏进了大观园的后门。相比较而言，后门进出不像走大门那样容易引人注意，若是为了较隐秘的事进出，人们一般选择后门。第12回里，王熙凤独设相思局，上当的贾瑞就是经后门赴约。第
第19回里，宝玉未向任何人报告，就私下里去袭人家探望，他带上明烟，也是拉了马，二人从后门就走了。第43回写王熙凤过生日，宝玉却先偷偷的去郊外祭奠金钏，他早1日就吩咐明烟，明日一早要出门，备下2匹马在后门口等着，不要别人跟着。回城后，他仍从后门进去。类似的事同样发生在第51回，晴雯病了，按规定应出大观园疗养，宝玉却将她留在怡红院，并吩咐一个老嬷嬷传一个大夫，悄悄地从后门进来瞧瞧。这是宝玉违规操作，不愿让更多人知道的缘故。若按正规行事，就得上报总管房去请医生，而且得有2个管事的头脑带进大夫来。第56回里的请医生，就是吴大娘和单大娘，她2个在西南角上聚锦门等着呢。这是表示对医生的尊重，如果将他们从后面带进来，大夫会感到他们受到了轻慢。大观园的后门直接通向大街，大观园里的人为图方便，也就从此门进出，外面的人要拜访大观园里的人，也是选择后门。第37回里，袭人派人到小侯爷家与史大姑娘送东西去，就是让他们从后门出去。而贾云想见宝玉，也是在后门只等着。他后来送2盆海棠花给宝玉，同样是送到后门，由后门上的婆子与小厮送到怡红院。通向大街的后门当然有人把守，既防止外面的人擅入，同时也不让园中的婆子与丫鬟随意外出。这里有值日的婆子，另又有值班的小子们，是天天有4个。他们除了看守门户外，还得预备里面差事。袭人就曾吩咐叫后门小子们雇辆车来，当派这些人干活时，袭人允诺回来，你们就往这里拿钱。后门上的婆子与小子送来海棠花后，袭人便称了6钱银子封好，又拿了300钱，告诉那2个婆子道：这银子赏那抬花来的小子们，这钱你们打酒吃罢。那2个婆子眉开眼笑，千恩万谢的不肯受，因为按规定这是他们的分内之事，可是园内诸人为了自己行事方便，都愿意给他们小费。这钱是赏赐，属于合法的外快。而为了增加收入，后门当值者，同时也干违规的勾当。在第74回里可以看到，入画的哥哥得到赏赐，生怕吃酒赌钱的叔叔婶子花了，便悄悄地烦了老妈妈带进来让入画保管，结果此事在抄检大观园时被发现了。私自传送可是不小的罪名，其后果也很严重。正如王熙凤所说，这个可以传递，什么不可以传递？当追查传送人时，后门上的张妈露出了水面，连惜春都知道，她常肯和这些丫头们鬼鬼祟祟的，这些丫头们也都肯照顾她。这是公然的利用职权收取好处，给园内安全造成了隐患。干这类事的不只是张妈。第72回里提到，潘佑安之所以能私自入园与思琪约会，前提是2人便设法买通园内老婆子们，留门看到。贾母在第73回里曾指出门户任意开锁可能造成的严重恶果，夜尽人稀，驱变藏贼，引奸引盗，何等事做不出来，这类事一旦被发现，就会遭到严惩。因此第77回里，宝玉想偷出后角门去探望晴雯，门上的婆子就百般不肯，他担心自己饭碗不保。他们清楚干这种事的严重性，直到宝玉又许他些钱，那婆子才算是愿意通融了。只要有钱，那些门上当值者还是愿意甘冒风险赚取外快。